流量其实是选举决胜盘，民进党很早就体察到这件事，后面包括罢免，民进党都非常利用这个 YT 上的优势。民进党慢慢进入到更大的一个舆论市场的时候，他就会遇到挫折，而这个挫折是个契机，这也是朱立伦留给国民党最大的保障。旧的地图是找不到新大陆的。我知道大家觉得郑丽文的资历到底足不足，有没有办法摆平党内的大佬们呢？对我来讲，这都不是问题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国民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能不能够开创新的历史局面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打下了大罢免、大失败这一战，让国民党其实某种程度声势来到了一个相当好的位置。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朱主席选择交棒，然后急流勇退，去学校坐育英才，帮国民党寻找年轻的一代，这事情是很了不起的。老虎功高，交棒顺心，是我给朱主席的8个字，我心里面呢衷心的感谢他。接下来其实就是国民党中生代的一个事情，这大家是聚焦在你跟罗智强上面。你怎么看现在整个党主席形势的发展？因为我们是9月1号领表，9月4号、5号2天登记。智强呢，他虽然是临时决定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一番心意啦。我只是希望，第一个，我们呢已经有把这个党主席的游戏规则公布了，我们就按照这个民主公开的游戏规则去选。那选完了以后呢，产生一个党主席，大家就是全力支持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就是说呢，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尊重卢秀燕卢市长，不要再消费他，因为在这样子呢，可能会造成卢市长的不必要的困扰，甚至于伤害到卢市长。所以我也希望呢，大家尊重卢市长的选择，同是国民党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个团队。接下来当然就是希望用实力来争取党员的支持。虽然大家都说国民党的党员，第一个没有年轻党员，因为连1成都不到嘛，绝大多数而且死忠的党员会来投票的，大概都是60岁以上的长辈。但是我觉得对于党未来的期待，对党的热情，对理念的认同，其实年不年轻，愿不愿意迎接新的未来，改变旧有的思维跟战法，其实不一定跟年龄有关的，而是跟你的心态有关。所以我准备好了要接棒，要选这个党主席，那也要问我们所有的党员是不是准备好了。我要让国民党脱胎换骨，我要让国民党全面更新，新的游戏有新的战法，我们不能够再被过去变成我们沉重的包袱。过去的战绩是我们的能量，过去的失败是我们的盔甲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未来的远见。旧的地图是找不到新大陆的。我知道大家觉得说郑丽文的资历到底足不足呢？有没有办法摆平党内的大佬们呢？对我来讲，这都不是问题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国民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能不能够开创新的历史局面？那你就要必须知道新的战法是什么。未来我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报告。今天是一个全新的时代，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大家所说的网红，或者是叫 KOL。未来流量才是硬道理。那国民党怎么样把流量变现？我们的流量是要转变成是支持度，我们的流量要如何转变成选票呢？你整个组织，你整个党工，我们的政治人物，我们在培养新的人才，游戏规则已经全面的改变了。我要怎么样打造天网、地网、人网？只有天网是不够的，我要如何结合地网？我们所有的公职服务处，我们的党部如何成为一个实体的体验？一个政党不是一个很狭隘的，只是要取得政权、培养政治人物而已。21世纪新时代的政党，它其实跟大家推广的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是一种价值。我们的党工已经不是传统的那种角色了，我们的党部也要全新的一个更新，这是我们要打造的地网。还有我刚刚说的人网，人拉人，老党员拉新党员，老朋友拉新朋友。你怎么赋权给这些党员？你怎么赋权给这些党工？过去我就曾经讲，国民党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政党。我们曾经在最艰苦的时候牺牲生命，抛头颅洒热血，透过革命创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。我们的总理，这是孙文，他在全世界散布进步的民主反殖民的观念，得到不只是中国的支持，还有整个亚洲弱小民族的支持。我们的总裁蒋介石、蒋中正，他如何在一穷二白的情况底下，面对日本的侵华战争，今年是80周年，艰苦卓绝的打赢了这场战争，在2次世界大战里头稳住了亚洲的战场。我们国民党来到了台湾，
创造了经济奇迹，是2重的。第一重，世界工厂全面代工，一穷二白，二战之后输血给日本，我们是怎么变成亚洲4小龙的？第2重奇迹叫做造山，蒋经国、李国鼎又是如何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底下创造了护国神山？我们又是如何在蒋经国的手中和平的解严、民主转型，创造了民主政治的奇迹？给我一个支点，给我一个够长的干港，我们可以撬动全世界。今天国民党在台湾，我们要把大陆当作我们的机遇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，傲视全球。国民党要创造下一个护国神山，要创造护国神木群。今天当我们在讲说国民党没有年轻人的支持啊，国民党要怎么样弄年轻人的时候啊，你讲的所有的语言都是古老的，都不是有未来性的。你今天所有的新创在国民党里头有没有得到重视，那才是重大的能量。你有没有真的看到台湾年轻人、台湾新创那个无以伦比的爆发力跟潜能？所以今天国民党要变成年轻人才的孵化器跟加速器，而不是1、2个选举的候选人而已，才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国民党真的看到了台湾的年轻人。国民党要开拓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，不是传统政治的政治空间。大家刚才听这个丽文姐在讲这一段哦，其实相当的激动人心。我很久没有看到国民党人能够把自己的历史整个贯穿起来，因为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一直说国民党是有光荣的历史跟光辉的历史，但是国民党的现代化转型是非常非常晚近的事情。那我觉得这个朱主席在里面算居功厥伟了，因为他后来回到党中央重新担任党主席之后，他很大的力量，包括像是杨志宇、纯佑嘛，他们很认真的就是去把整个新媒体给做得更好更细致。包括最近最成功就莱尔校长，现在赖清德在年轻人里面的代号就叫莱尔校长，然后大家一天到晚做梗图，这种新的这种空战媒体它确实是相当重要。我们要结合现在互联网的特性、网络的特性，让它有机的结合，互相拉抬、互相扶持、互相加成的效果要出来。那今天我们要打造更多的不是网红，而是 KOL。 我们不是只是要让大家喜欢，是要让大家追随，因为我们是政治工作者。其实这可以看得出来，天网从上面你已经形成了一个空战的意向，然后呢透过地网就既有的党的网络去推广。对，你这个横向的联系还包括你关心地方的公益事业，所以你会横向的做的很多的联系。我们的很多党员虽然是退休的长辈，但是你要知道台湾现在很多退休的长辈，他们是一辈子累积了很多的专业跟经验，还有他退休之后他的身体健康也很好。这些党员们，我们的支持者们，他们可以成为地方上横向联系、照顾地方、投入公益的很重要的一群人啊。对，我看到了他们无以伦比的价值。国民党的 K 就是 kind， 凡事一定要从善的出发，没错，而不是像民进党恨的出发。我们的 M 应该是 mindful， 全世界在推广的正念，你一定要正念。我们的 team 也是国民党最重要的，要有团队观念，而不是英雄主义，相信某一个救世主。我们是一个团队、网络、家庭，那个才能够发挥无孔不入的一个力量。你必须让大家看到希望跟未来，也必须让大家投入这个团队，觉得自己有价值、有成就感，而不是挫折感、被遗忘、无力感。其实李文姐提到一个概念，跟我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。流量其实是这个时代选举决胜盘。民进党很早就体察到这件事，所以民进党在2012年的时候就大举进军脸书，从此之后开启了他们一路长红的选举，一直到了2021年，大概是民进党这个顺风选举盘里面，那地方是失败。地方失败是因为他们执政能力实在是太糟糕了哈。你看，包括当时也遇到一些逆风嘛，比如说2012年之后开始就是整个是脸书的时代，脸书吹什么风就往哪里倒。但是到18年的时候出现了 YT， 后面包括罢免，然后到21年的公投，其实民进党都非常利用这个 YT 上的优势。不过有些变化啦，第一个他们收拾了中天嘛，紧接而来就是中天真的大量在投入在网络，比三立更凶，因为中天想活下去，所以又改变了一次网络生态。后面又出现了 Tita， 然后现在有 Chat。其实罗志强也玩这个新媒体也玩很多，然后所以你就看到强哥在国民党立委里面募款能力是数一数二的，因为他每次丢一本书要发，然后他就发他的 YT
翻了，就到处转传。当然他也很慷慨啦，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不是去搞了3场的公投的宣讲嘛，这就是流量可以换钞票跟选票。选票分成2种，一种叫存量选票，一种叫增量选票。增量选票是什么？就是透过这个流量来带动。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国民党近年来开始在学习，而民众党他们是比较懂这个，民进党是非常的懂，所以这样才能够做一些抗衡，那也能够在未来的局面里面打开。那刚才丽文姐所说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历史叙事，才会变成一种光荣，而不是负累。因为我一直对国民党人有一点失望的点，我非常不满的是，为什么国民党会把自己的历史，把三民主义又老又臭，我就不想谈。你根本不懂，你为什么会不想谈呢？蒋经国不是照三民主义建设台湾，为什么油塘水电全部都是国营的？很简单，这是三民主义啊，有什么难的？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套叙事没办法在国民党里面形成一种凝结。今天我们是执笔的人，我们是写故事的人，历史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但我们还有看到未来的眼光，同时有这样的一个魄力感，向美好的未来大步迈前。我们也有非常重要让这些梦想落地生根换成现实的执行力。我想这个很关键哦，因为刚才丽文姐这一套叙事，它会带动一个愿景的想法。没错，这个愿景的想法，过去因为很仰赖这个媒体，但当国民党失去了传统媒体的庇护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垮了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去行销自己，他必须要有媒体包装。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可以从下而上养功去把国民党给击溃，因为民进党从以前玩地下电台，他们把脸书当另外一种地下电台，赖群社群的经营，再到后来这个 YouTube 社群，然后到 Chat， 他们就是这样玩嘛。这种东西在民进党慢慢进入到更大的一个舆论市场的时候，他就会遇到挫折，而这个挫折是个契机，是国民党可以来做的。所以国民党现在有在做了，那这也是朱立伦留给国民党最大的保障。论述在这个时代尤为重要。这是为什么我看馆长跟所有人看馆长是不一样。我看馆长，我不是把他当作网红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台湾典型的中小企业主，敢去开拓台湾以外的市场。我们今天台湾每个人都说产业转型，产业转型，品牌在哪里？你不相信台湾人，你不相信年轻人的创意跟才华，怎么会有品牌呢？你怎么帮他 marketing 到全世界呢？我们在40年前，中国大陆还刚刚改革开放，一切跟现在你想想看，就多少勇敢的台商就西进了，他们就开始反攻大陆了，就征服大陆的市场了。我们现在难道还用动刀动枪去反攻吗？你不是觉得很可笑？现在的台湾我们太幸福了，我们有的资源有的舞台都比起过去好太多了。我刚刚讲了国民党的时刻，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不能够妄自菲薄，对，我们要发挥更大的能量，我们要创造更大的奇迹。我有足够的信心，请大家相信我，相信自己，擦亮国民党的招牌，共创历史的新奇迹。